这很有可能是你在抖音上看到的最通俗易懂的恐怖游戏寂静岭 F 的剧情故事解说。家暴的父亲、软弱的母亲、远嫁的姐姐、虚伪的朋友，就是如此天崩开局的游戏主角深水厨子，在这表语里的世界中走向了一条血与执念交织的道路。友情提示：本游戏略微血腥恐怖，胆小脆弱的朋友可以选择划走。厨子的童年并不幸福，他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与阴影的家庭中，父亲脾气暴躁，经常对母亲和他施加暴力，而母亲性格懦弱，只会忍气吞声。姐姐为了摆脱这样的生活，不得不选择远嫁他乡，家里一地鸡毛，留下年幼的厨子独自承受。在上学时期，厨子的性格开朗，从不做作，再加上甜美可爱的外表，很受班里男孩的欢迎。可这也带来了不少麻烦，一些女同学因此对他心生嫉妒，开始孤立和排挤他。渐渐的，厨子习惯了独处，经常抱着自己最喜欢的娃娃一个人玩耍，只有姐姐偶尔会心疼他，陪他一起度过那些孤单的时光。没过多久，家里再度上演激烈的争吵，父亲拍着桌子怒吼，说厨子和姐姐明明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可为什么姐姐那么乖巧懂事，而厨子却如此不成器？母亲哭着劝不住，厨子忍无可忍，冲出家门，决意离开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这游戏的设定。玩过寂静岭系列的朋友都知道，游戏中存在着3个平行世界，分别是现实世界、表世界和里世界。我们目前操作的厨子所在的世界就可以理解为表世界，后续还会有一个兽化的厨子正在进行婚礼，那个就可以理解为里世界。但不管是表世界还是里世界，其实都是现实中厨子幻想出的精神世界，也可以理解为现实世界厨子的大脑中另外2个不同人格。而现实中的厨子此时正在被迫完婚，他由于嗑药过度，已经彻底疯狂，且正在被警察追捕。回到剧情，表世界的厨子一路跑下山，朝着伙伴们的秘密基地而去，那是他们放学后常去的地方，或许只有那里才能让厨子暂时忘记家里的争吵。然而就在这条路上，命运悄然转向，厨子跑着跑着，前方突然出现一辆货车，挡住了去路。他走近一看，驾驶座上空无一人，刚要探头去问，却无意间踩到了一只鸟。那只鸟死得异常惨烈，血肉模糊，吓得他连忙后退，只得换了另一条路继续前行。一路七拐八绕，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楼房时，忽然听见头顶传来声音，那是厨子的闺蜜孝子。孝子站在楼上，让厨子先去秘密基地等他。就在厨子准备出发时，孝子突然冷冷说出叛徒2字。厨子一时间心头一紧，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。来到目的地时，他遇见了另一个伙伴修。厨子因为家里总是吵架，经常头疼，修便偷偷拿药给他吃。厨子也是过于单纯，也不管这药是否有副作用，便一味地相信了修。而这药也是贯穿整个游戏的关键道具，游戏的结局也会因是否嗑药而产生变化。没多久，另一位同伴林子也来了，孝子随后赶到，4人像往常一样互相调侃，嘻嘻哈哈，但表面热闹的背后，却依旧能感受到他们时常无意中对厨子的排挤。就在这时，浓雾突然弥漫开来，厨子注意到了异常，可孝子和林子却毫无察觉。孝子正要开口骂厨子叛徒，结果他全身骤然冒出密密麻麻的血泡，没来得及挣扎，便直挺挺倒在地上。眼前的突变让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厨子、修和林子立刻转身拼命逃跑。随着他们狂奔，小镇的景象也逐渐扭曲，道路间蔓延出诡异的红色植物，稍有不慎便会被死死缠住。厨子跌跌撞撞，被追逐得无路可退。就在危急时刻，竟是他的姐姐从楼上抛下了一架梯子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只听到了姐姐的声音，却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。他顺着梯子爬上2楼，纵身一跃逃脱，尽管摔得不轻，却总算捡回一条小命。而修与林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厨子只能独自继续追赶，却始终追不上。路上还莫名出现一些怪物，将厨子吓得不轻。厨子一路狂奔，直到冲进了一栋民居，才暂时摆脱了怪物的追击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没有半个人影。厨子来到2楼，正打算用地上的钥匙开门时，一个难以言状的怪物突然出现。那一刻的恐惧，即使隔着屏幕，也能让人感受到窒息般的压迫。厨子慌不择路，绕进房间，从另一个出口冲出，才勉强逃脱。虽然体力消耗巨大，但
但他顽强的身躯让他支撑着跑了下去。他心中始终记挂着孝子，可当他终于赶回秘密基地时，映入眼帘的却只是一滩模糊不堪的血肉。孝子的尸体就这样躺在街上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厨子几乎崩溃。他知道孝子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希望父母能开一家小卖铺，而如今孝子死在了小卖铺的门前，算是一种讽刺，也算是命运残酷的回应。厨子伤心不已，不忍心看着他的尸体就这样躺在外面，只好将孝子的遗体拖到室内，也算是为他最后的送行。然而悲伤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时间，几个怪物已经出现在门口，向着厨子逼近。厨子心中压抑已久的痛苦与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他高举手中的武器，将怒火化作力量，一点一点将这些怪物撕碎，仿佛是在咆哮，哪怕失去一切，也绝不会在此刻退缩。战斗结束后，厨子瘫倒在地，身体因过度消耗而抽搐，随后彻底失去意识。也是因此，我们的视角来到了里世界，可以理解为这是不同于刚才的另一精神世界。但厨子自己并未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，他每走一步，头痛就愈发剧烈，好不容易推开了前方的大门，可等他闯出去，却径直撞进一个身影的怀里。那是一个戴着狐狸面具的年轻男子，其实也是厨子在这精神世界中幻想出来的即将完婚的丈夫形象。这名男子气质神秘，却又出奇的温柔。他轻声呼唤厨子的名字，并带着他前往一座神社。可当厨子回过神时，狐面男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道紧闭的大门，门上的机关缺少零件，无法打开。更糟糕的是，新的怪物也悄然逼近。厨子只能硬着头皮迎战，最终拼死击退敌人，拿到了缺失的零件。他重新推开神社的大门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。那是他儿时最喜爱的娃娃，而娃娃身旁竟然刻着几个字：别相信狐面男。下一秒，红色的浓雾迅速涌来，怪物如潮水般包围了他。厨子疯狂逃窜，跑到一扇门前，门却自己缓缓开启。狐面男再度出现，他告诉厨子，那扇门原本是为别人准备的，所以充满危险，而这扇门才是他特意为厨子准备的安全入口。厨子半信半疑地走了进去，却很快感觉到身后的怪物似乎再次被吸引而来。他慌忙关门，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然击飞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意识再度模糊，彻底昏厥。当他醒来时，已经回到了表世界。修正抱着他，不停喊着他的名字。厨子艰难睁开眼，修焦急的神情多少让他心中升起一丝安心。可当修看向远处时，他也终于明白了孝子早已不在。两人对视间，恐惧与茫然交织在一起，他们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只是一场噩梦。为了验证，修甚至提出掐一掐脸就能醒来，顺势还想去捏厨子的脸蛋。这种无理的行为，厨子立马躲开，尴尬的修只好捏自己的脸，但这痛觉却也是异常清晰。没多久，修又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他独自面对怪物。厨子拼尽全力战斗，翻窗逃脱，直到危险过去，修才慢悠悠地跑出来，口口声声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保护厨子。这番表态听上去真挚，但在刚才的情境下却让人很难信任。修劝厨子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我愿意随时倾听。说完，又一次消失不见。厨子心里清楚，这个所谓的依靠，也许根本靠不住。离开怪物的追击后，厨子来到了一片稻田。诡异的是，一群如同稻草人的 JK 妹似乎在为厨子提供指引。顺着指引，厨子再次追上了修，两人来到一处房门前，修站在门口大声呼喊，可里面迟迟没有回应。正当气氛紧绷时，林子突然从屋内跑了出来，没想到林子真的还在这里。三人在此一番商议，决定下楼找些药品，就立马离开这个小镇。林子主动说自己下楼去拿药，厨子担心他一个人不安全，便拎着棍子跟了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厨子脚下一空，直接跌进了里世界。这一次的坠落，仿佛将他彻底拉入了一个更深层的噩梦。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：孝子。循着声音，他一路走到一栋屋舍，推开大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。一个由无数孩童的身体拼凑而成的怪物正缓缓靠近。厨子无心恋战，只顾向孝子的声音追去。可即便在这种时刻，孝子仍不停骂他叛徒，语气中充满怨恨与指责。厨子只能一边道歉，一边忍受着内心的折磨。终于，他推开另一道门，看见了孝子。ひなこ。助けに来たよ。可孝子的身体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化，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他的脸上。他一边咒骂厨子，一边又挥拳打向他，同时嘴里却声称自己是在救厨子。那混乱的态度让人几乎无法分辨孝子究竟是敌是友。就在危急关头，湖面男再次出现，替厨子挡下了孝子的攻击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孝子不过是阻碍厨子的污秽，只要清除掉，就能前往更神圣的领域。而在进入那片领域之前，必须进行净化。所谓净化，竟然是要将炙热的岩浆吞入体内。”厨子几乎难以接受，可湖面男的眼神却异常坚定，并说道：“那只不过是水而已。”厨子一时间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。没有办法，厨子只好照做，将那水喝了下去。可刚喝下去，那水却又变成了岩浆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儿时玩偶再次出现，警告他千万不要相信湖面男。画面骤然一转，厨子再次回到了表世界。修立马冲了下来，抱起厨子。林子则从楼上慢悠悠走了下来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事实上，厨子并不是被林子推下楼的，但他为何会坠落，这一切仍是谜团。三人决定先去修家，他家附近有一条小路，也许能通往村外。他们绕路经过学校，因为通往修家的道路被封住，只能进去寻找钥匙。林子说自己太累了，想休息，修便附和他。可转头却让厨子独自去找钥匙，临走前还顺手把门关上。很明显，这又是一次推卸的借口。厨子咬牙一个人闯遍整座学校，拼命战斗，终于找到钥匙，回到二人身边。可他看到的却是修和林子悠闲聊天的场景，心中顿时不是滋味。林子一见厨子回来，立刻劝他先休息一会儿，说会帮他守着。但厨子一合眼，结果又陷入了里世界。这一次，他又见到了湖面男，他说要厨子亲手杀死过去的自己，与一切告别。而这个所谓的过去的自己，其实就是表世界的厨子。杀死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忘记过去，开启新的人生。湖面男的态度越来越亲密，仿佛要彻底将厨子拉向自己。可随着厨子在里世界的探索，真相也逐渐浮现。在这个世界，林子被困在一个机关中，想要打开机关，就得找到3个关键道具。在林子的房间里，厨子发现了几张纸条，第一张是林子写给修的情书，字里行间全是暗恋的心思。第二张却是写给厨子的，他嫌厨子总是围着修转，令人厌烦，还希望厨子能离修远一点。这2种截然不同的语气，让厨子彻底迷惑，林子到底是朋友还是隐藏的敌人？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另一张纸条又写着，林子希望厨子能活出自己，不要在乎旁人的眼光，还说会一直保护他。矛盾的字句让人难以分辨哪一句才是真心。事实上，林子和厨子的关系原本确实不错，但因为修喜欢厨子而不是他，这份羡慕逐渐转化成了嫉妒与怨恨。林子组织大家放学后不回家，而是去秘密基地玩耍，其实只是想借机多接近修，可修偏偏最在乎的是厨子。正因如此，林子才越来越痛恨他。
最终厨子还是破解了机关，打开了囚笼，但他并没有真正救下林子，而是亲手让林子坠入岩浆中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湖面男说过要斩断过去，而现在厨子正在一步步亲手切断与昔日伙伴的羁绊，在精神世界的旅程继续。这一次厨子来到了孝子的房间，日记里写着孝子从小就怕黑，而且这种恐惧随着他长大愈发严重。忽然远方传来了孝子的呼喊，厨子急切的寻找，终于在一个漆黑的牢笼前看到了他。此时的孝子缩在角落，显得无比害怕。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几支孤零零的蜡烛。厨子明白，只要点亮蜡烛，孝子或许还能坚持下去，但在犹豫片刻后，他却冷冷地熄灭了所有的火光。黑暗瞬间吞没了房间，孝子在惊恐中发出绝望的尖叫。厨子转身离开，任由这位曾经的闺蜜死在了自己最恐惧的黑暗里。在这一刻，她真正背叛了孝子。孝子之所以反复骂他叛徒，正是因为厨子在内心深处早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接着，厨子又被带到另一处空间，那是属于修的房间，四周摆放着两人过往的点滴回忆。这里，厨子遇到了一头布满脓包的怪物。他毫不犹豫地抄起武器，将那些脓包一个个刺穿，直至怪物轰然倒地。随后，修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一次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想要向厨子表白心意。他的目光真诚而坚定，似乎在等待厨子给出一个答案。可厨子并没有回应。他明白自己和修之间的关系，终究只能在这里画上句号。当他转身走出房间时，湖面男又出现了。他只说了一句是时候告别过去了，便带着厨子重新回到了表世界。然而表世界并不比里世界好多少。当厨子从学校醒来时，惊讶地发现修和林子都不在身边。他追出去，才得知他们竟然在他熟睡之时偷偷拿走钥匙，自己逃离了。厨子满心相信这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，心里甚至替他们找理由开脱。可事实上，他已经被最亲密的同伴彻底抛弃。厨子依旧固执地踏上寻找的路，来到修家，却发现屋内空空如也。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一只巨大的手从门外伸来，将他猛然拖走。眼前一黑，他再次坠入了里世界。在那里，湖面男已经等候多时。他温柔地牵着厨子的手，告诉他接下来必须完成3种仪式。旁边的娃娃依旧在低语，提醒他逃离。可厨子没有退缩，他选择继续跟随湖面男走向未知的深渊。湖面男带着厨子走向祭坛般的深处，他告诉厨子，要想获得新的开始，必须完成3场仪式。第一个仪式便是换掉自己的右臂。
第二个仪式是承受炽热烙铁的烫印。而第三个仪式则是最血腥、最残酷的一环，剥下脸皮，戴上面具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日本女性地位低下，婚姻几乎意味着一生的束缚。嫁出去的女儿等于与娘家彻底划清界限，想要回一趟父母家，不仅需要丈夫同意，还必须由丈夫陪同。而这正是厨子最恐惧、最抗拒的命运。她不想变成母亲那样被动懦弱，只能在家暴和冷眼中勉强活下去。可现实却一步步把她推向这个深渊。而那3个可怕的仪式，就是厨子内心深处对于结婚的看法，而自己就是父亲换取利益的牺牲品。表世界的厨子代表的是不愿结婚，想要反抗命运，做回自己；而里世界的厨子代表的则是愿意结婚，接受了自己悲惨的命运。仪式结束后，湖面男牵着厨子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带他走向礼堂。在婚礼的过程中，厨子突然遭到见证官的袭击，对方的声音他再熟悉不过，正是林子。林子想要在此刻彻底抹去厨子，希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激烈的战斗爆发，最终厨子击败了林子，彼此间的伪装也不再需要。2个女孩终于将积压已久的真心话全部说了出来。厨子原本随父姓，名叫深水厨子，但里世界的厨子选择了嫁人，从今往后就得随夫姓。也就是说，这世界从此以后便不会再有深水厨子，也就不会再妨碍到林子喜欢修。最后，厨子亲手终结了这段友情，也算是为他们的关系画下了残酷的句号。一阵恍惚间，厨子再次回到表世界，电话那头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，催促他回家。然而，这并不是温情的呼唤，而是另一层讽刺。厨子的婚姻其实是父母一手安排的结果，父亲为了金钱，早已将他许配给湖面男，就像当年父亲为了还债，把姐姐卖出去一样。姐姐随后也出现，
劝厨子接受现实。他告诉厨子，既然你还活着，就说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有执念，但与其痛苦的挣扎，不如为自己做个决定。姐姐的脸庞逐渐扭曲，显露出怪物般的面容，这让厨子明白自己内心的恐惧正在不断放大。但即便如此，姐姐的话仍旧让他动摇。难道真的只能这样走下去吗？厨子心中挣扎已久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，准备回去与父母正面对话。厨子踏上回家的路，路过游乐园时，童年的一幕浮现出来。他想起小时候曾亲眼见到一个小男孩被一条恶犬咬得血流不止，厨子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用尽全力打死了那条狗，救下了男孩。那孩子名叫寿信，感激地问了他的名字，并记住了他的身影。只是多年过去，这段记忆早已淡去，只有寿信一直铭记在心。而这个寿信其实也就是那个要迎娶厨子的男子。回到家中，厨子惊讶地发现屋子的格局早已不对劲。他四处寻找，慢慢拼凑出了一些真相。父亲当年因为餐馆生意失败，欠下巨额债务，全家不得不搬到贫困的村子生活。某一天，父亲突然还清了所有欠款。厨子很快意识到，这笔钱并非来路正当，而是用姐姐的婚姻换来的。换句话说，父亲亲手卖掉了姐姐。父亲常年在重压下情绪失控，动不动对母亲和厨子大发雷霆。他嫌弃母亲做饭不好吃，却从不肯亲自动手。一次争吵中，他甚至抄起了刀扔向了厨子。母亲吓得连忙跪地道歉，把厨子护在身后。在厨子眼中，母亲的懦弱简直可悲。他无法忍受母亲只会忍气吞声，渴望他有一次勇敢的反抗。但母亲却说，如果真那样做，这个家早已破碎。更让厨子心碎的是，他在另一间房里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那个执拗而勇敢的小厨子。他意识到，那才是自己真正的内心，渴望自由，不愿被摆布，不想活成母亲的模样。可现实中的自己却正逐渐走上母亲的道路。就在这时，表世界与里世界的界限开始模糊。厨子眼睁睁看着在里世界里被他亲手杀死的孝子、林子和修，如今都挂在了他的眼前。那一刻，虚幻与真实几乎无法分辨。宴席的喧嚣声传来，厨子望见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父亲笑着举杯，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，可他的意识却愈发混乱。眼前的场景仿佛是之前婚礼的再现。父亲举起菜刀，似乎想当众炫耀刀法，但这一动作却让厨子想起童年时他朝自己扔刀的阴影。瞬间，他情绪彻底失控。幻觉之中，父母的身影骤然扭曲，化为怪物扑来。厨子奋力反击，将他们打倒。可就在最后一刻，他们的幻象消散，又恢复成原本的模样，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厨子追上去，却看到一个巨大的怪物伸手抓住了父母。而这个所谓的怪物，其实就是里世界的厨子。他的头痛欲裂，再次坠入了里世界。虎面男早已等在那里，替他举行最后的仪式，并递给他一枚徽章。那枚徽章象征着他彻底成为虎面男的妻子。此时，厨子已分不清现实与幻境，他只知道父母似乎真的已经死去，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，很可能就是他眼前的丈夫虎面男。在这里，厨子终于得知虎面男的身世，他是地主家族的后代，他的父亲也不是个东西，生前荒唐放荡，还因妻子身份卑微而产生嫌弃，在外包养情人。直到他父亲与情妇相继去世，虎面男才被爷爷接回家中。但这个家族有个可怕的秘密，他们信奉一个所谓的狐仙，每隔8年必须献祭一名少女，才能保证家业昌盛，而厨子便是被选中的祭品。在这种信息的冲击下，表与里世界的界限彻底崩塌，而那个残忍捏死父母的巨型怪物正一步步走远。此时的厨子并不知道那个怪物也是自己，因此厨子认定就是这个怪物夺走了他的家人，于是他挥舞武器，疯狂杀穿沿途的所有敌人。一路血战，他终于追上那只巨型怪物。可当厨子看清他的手臂时，却莫名感到熟悉。
よくもお父さんをお母さんをお前を許さない絶対に。なぜこんな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。姐姐在这时现身，她早已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冷冷地对怪物下令，要他杀掉厨子。厨子心中一片茫然，不明白姐姐为何要这样做。姐姐却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这是为了你好。”怪物迟疑不动，反而伸手掐晕了厨子。当他再次醒来，自己已身处婚礼现场，四周人影模糊，却能感觉到无数目光注视着他。湖面男就在一旁向众人宣布，他已经成为他的妻子。厨子不再挣扎，身体逐渐开出血色花朵，慢慢化作成了那个庞大的怪物。在那一刻，李世界的厨子斩断了所有的执念，接受了湖面男的庇护，成为他名义上的新娘。姐姐微笑着送上祝福，她的表情复杂，既有解脱，也有悲伤。事实上，厨子的父亲当年突然有钱还债，正是因为将姐姐卖给了别人。姐姐一直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她竭力想保护厨子，不让他重蹈自己的覆辙。可最终，父亲还是把厨子也卖掉了。在姐姐的眼中，厨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那个懦弱、依赖他人的自己，成为真正意义上叛逆的厨子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不会彻底被这个家庭与命运吞噬。然而，现实的锁链依旧残酷。作为妻子，厨子已经无法再随心所欲，她哪怕想回娘家一趟，也必须征得丈夫许可，还要由丈夫陪同。就算父母再亲，她也只能遥望，却无法真正拥有自由。接下来的某一天，厨子终于再度踏入父母的家门，久别重逢，父母喜极而泣，甚至连父亲都流下眼泪。可这并不是单纯的温情，父亲叮嘱她以后别再自己回来，如果真的想回，就带着丈夫一起来。话语温柔，却充满规训。厨子这次回来，不是为了团聚，而是为了彻底告别。她清楚自己心中那份讨厌父母的执念已经压抑太久，她甚至曾写下心愿，如果能化作怪物，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杀死他们。表世界与里世界不断交错，厨子亲手撕裂了父母的幻象，到最后，她终于明白，那些怪物并非外物，而是源自自己心底最深的仇恨与执念。最终的考验摆在了厨子面前，他必须直面另一种自己，那个由心魔凝聚的怪物化身。姐姐再一次出现，劝他冷静。她说，既然已经选择了湖面男，就不要再动摇，为了家庭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可厨子愈发激动，他不想被任何人摆布，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。在这最后的挣扎中，厨子不停吞下修曾给他的药物，也是因此，厨子变得愈发疯狂。在一场血战里，他终于将心魔彻底击倒，怪物轰然崩塌，厨子也陷入了混乱与虚脱。心魔被击倒后，厨子逐渐失去神智，眼前的场景骤然转换，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婚礼的现场，台下宾客众多，婚礼场面彻底失控。厨子挥舞武器，不断破坏四周。父亲见状大怒，上前呵斥，让他停下。就在混乱之中，厨子失手重创了2名男性宾客，其中1人当场身亡。事后警方传出的无线电讯息里提到，现场留下了红色药丸的痕迹，而这正是修曾经交给厨子的药物。也就是说，许多幻觉和疯狂举动都是在药物作用下被放大的。随着真相逐渐拼凑起来，整个故事也揭开了最后的面纱。原来之前我们经历的一切，只是厨子在药物影响下的幻想。孝子、林子、修的死亡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映射，他们在现实里其实依旧活着。唯一真实的是这场失控的婚礼，厨子当众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
醒。至此，故事的真相浮出水面，精神世界中的怪物、幻象、仪式，全都源自厨子内心的执念与痛苦。父母的逼迫，朋友的背叛，社会的压迫，化作层层心魔，逼他走向崩溃。修给他的药物，则成为了彻底撕开现实与幻想的导火索。最终，厨子的故事在混乱与血腥中落幕，他的命运没有真正的圆满答案，只留下破碎的幻象和一段足以令人站立的真相。好了，游戏一周目的剧情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若是喜欢的人多，我会尽快更新其他几个结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